有只需做任务就能变强系统的男人，却在战斗中被敌人察觉到了系统的存在。金秀贤立刻装傻问丹尼尔有中二病吗？但他却在心里暗惊丹尼尔是怎么发现的。正常人类怎么可能会猜到有接收任务这种东西？但金秀贤刚才在丹尼尔说话的一瞬间，察觉到了他对赵允的敌意。不过既然金秀贤否认了自己跟赵允有一样的东西，那么丹尼尔就要直接结束这一切了。金秀贤立刻开始使用谈判之物技能，只要处于雾中，不仅说服的概率增加，还能隐身。丹尼尔疑惑怎么会突然起这么大雾，金秀贤也不废话，直接问他在赵允那看到什么了，你又到底是什么人？见到这诡异的一幕，丹尼尔明白自己应该是猜对了。既然金秀贤在那一瞬间察觉到了他对赵允的敌意，那么这对他们两个来说可能是个机会。金秀贤问丹尼尔要来好好谈一谈吗？此时西高的其他人也因为雾太浓而看不见金秀贤二人。突然又有小弟汇报大事不好了，江北高的赵允独自一人闯进来了。赵允身边的女人疑惑他怎么突然停下来了，而这是因为赵允看不到丹尼尔了，就跟马正斗没抓到金秀贤那时一样。赵允开始怀疑他们在用谈判之物谈什么，他必须要先回去了。5分钟后，大雾终于散了，金秀贤跟丹尼尔的身影重新出现。丹尼尔不屑道：“果然还是不行啊，你这家伙对我的计划没有帮助。既然你比不过赵允大人，那么谈判就破裂了。”眼看丹尼尔的攻击就落下了，他却向许久不见的家伙打招呼。千代浩兴奋自己感受到丹尼尔充满真心的拳头了，那么是要开打了吗？但靠千代浩一个人显然是不够的，有点不舒服的柳时金也赶到了，因为他感觉比起赵允，韩载和更可怕。金秀贤让丹尼尔用那聪明的脑袋好好想想吧，你真的可以打赢我们所有人吗？丹尼尔长出一口气，问那要逃跑吗？之前赵允大人就对他说了，如果觉得不行就马上撤退。丹尼尔已经成功拖延时间了，赵允大人在这期间已经找回所有被抢走的地盘了，那么也该结束了。最后丹尼尔向程一天道别，申亨急忙对柳时金说，不能错过丹尼尔，既然已经被赵允抢走地盘，那至少要抓住北高的二把手。不过柳时金知道这不可能，虽然丹尼尔自己说要逃跑，但如果现在打起来的话，江北西高将会全军覆没，并且北高不只有丹尼尔，如果排名4到6的干部也开始行动，就难办了。金秀贤突然让池恩亨别担心，因为这场战斗绝对不是战败，完成任务的他得到了1万 PT。次日江北西高再次展开会议，这次的战争既是胜利也是战败。战败是因为赵允把西高抢来的地盘都夺走了，但比起地盘，西高得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引进江北北高的人才。千太浩很高兴见到大家，他随时都可以打架。何善宇说完自己的名字以及是千太浩的朋友后，让他穿件衣服吧。柳时金说完自己的名字后，请以后多多指教。韩载和感叹都是可靠的新人呢，不过还少了一个人。金秀贤疑惑现在还没联络到他吗？原来江北北高排名9的景义镇现在确实联络不到景义镇，但他们也不能就这样一直等着，因为与赵允的最后一战即将要开始了。金秀贤的任务再次更新，是跟赵允一模一样的江北统一任务，第一步也是收复失地。金秀贤开始使用迎接卡牌，挑战者卡牌看出金秀贤是通过卡牌自助餐得到了迎接卡牌，他夸赞金秀贤真的成长了不少。挑战者卡牌也明白金秀贤使用迎接卡牌是为了跟赵允的最后一战，现在也确实到了该做结束的时候了。而收复完失地的赵允任务更新到了第2步，丹尼尔跟金秀贤打完后回来了，他说明千太浩跟柳时金已经加入了敌营，自己按照您说的在状况不对时就撤退了。赵允淡淡表示辛苦了，他会根据丹尼尔的功绩给予奖品。不过赵允还有件事情要问，你跟金秀贤到底谈了什么？他的史莱姆已经在丹尼尔身后，随时准备吞下，可丹尼尔是突然提醒赵允大人，你要小心一点。金秀贤似乎拥有奇怪的能力，而赵允也在这时开始使用测谎机，可以在1分钟之内测出对方的谎言。丹尼尔继续说，金秀贤好像有超能力，虽然自己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我担心他会成为变数，因为赵允大人您不能败给金秀贤。测谎机显示丹尼尔没有说谎，赵允喃喃道，看来现在还没有。他告诉丹尼尔即将开战了，自己不会再拖延，去准备与江北西高全面开战吧。丹尼尔低头恭敬的领命，随后他像听到了点奇怪的声音，悄然回头的丹尼尔似乎是察觉到了些什么。此时金秀贤正在请求挑战者卡牌给自己一点力量，虽然他们也希望金秀贤解决掉赵允，但这段时间金秀贤已经得到了很多，挑战者卡牌已经不能再给了。不过他可以给金秀贤一个小秘诀，你的组员们可以变得更强，超越之后还有下一个阶段，不过那个阶段只有特定人物才能达到。挑战者卡牌，请金秀贤相信自己的组员吧，超越终会超越的。此时聚合俊也想不通，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又输给了柳时金。聚合俊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自己怎么会变得这么弱？不甘心的他极度渴望变强。回到家的金秀贤开始思考这最后一战，小云却一把扑倒了他。他疑惑金秀贤在想什么，脸色不太好呢。而金秀贤当然是在想赵允。小云不满道，怎么又是那混蛋？也想想我吧，你这家伙。他让金秀贤不要担心，赵允来的话，我就帮你教训他。金秀贤无奈道，不要这样，我不希望你受伤。答应我，如果遇到危险，一定要逃跑。次日，江北西高的军师队又有新人了。张之赫十分期待何善宇跟千太浩之后的活跃。简单欢迎过后，金秀贤问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可张之赫直言没有，因为赵允的武力值超越他们想象，所以无法制定完好的计划。既然可以独自抢回所有地盘，石恩亨也想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对方那种怪物。何善宇告诉他们，不止如此，江北北高还有其他干部。
何善宇有那些家伙的情报，于是开始介绍。首先是北高排名6的洪之光，他目前18岁，身高1.91米，体重112千克，并且洪之光原本是跟随姜世灿的忠臣，但他某一天突然就变成了赵允的走狗，这就说来话长了。何善义继续说，洪之光的格斗技术是近身格斗，可在场的其他人却突然愣住了。何善宇疑惑：你们是被近身格斗吓到了吗？金秀贤伸手指向他身后，然后问：这家伙就是你说的洪之光吗？洪之光平静道：接收您的提问。何善宇有些惊讶，他怎么来了？而来这里对洪之光来说其实很简单。在场所有的西高人顿时一拥而上。丹尼尔没想到那家伙竟然一个人去了江北西高，虽然没什么好担心的，不过他很久没有这样跟这些人聚在一起了。北高排名5的张俊跟徐志远，张俊不满道：这不重要，直接说重点。徐志远感觉这里果然无聊，早知道就跟着洪之光去西高了。话说回来，丹尼尔提醒未经允许就行动的洪之光，应该需要管理一下吧。马振斗沉声道：我会好好教育他。那么丹尼尔就直接说重点了，赵允大人要直接跟江北西高全面开战，然后统一江北。现在江北北高只剩下这5人，他们的失误可能会造成北高的失败，那么现在就向南边前进，攻打江北西高。徐志远疑惑：赵允大人呢？丹尼尔说明他已经先行动了，独自一人前去攻打江北西高。赵允的第2个任务是整理江北西高的25个干部，最后之战已经彻底打响了。与此同时，西高的干部们朝着洪之光发起了进攻。可令韩载和惊讶的是，他竟然避开了这么多的攻击。洪之光淡淡道：没想到江北西高的军师会这么多，虽然他只是来打声招呼，但既然来了，那还是要解决掉一些麻烦。金秀贤立刻用野生技能挡下了洪之光的攻击，他冷冷问：谁准你随便解决的？这可是我辛苦收集的军师们。而金秀贤不明白的是，自己的速度明明比洪之光快，可他又是怎么避开的？洪之光也一直很想见金秀贤，因为他很好奇打赢千太昊的实力，但现在这样令他很失望。他没想到千太昊竟然会这么弱。金秀贤疑惑：你在说什么啊？我现在才要开始呢。他一记昏迷盛宴成功打在洪之光身上，对方将会停止行动3秒钟。金秀贤趁机取出双剑，现在该结束这场战斗了。然而洪之光却突然笑了起来，他不知用了什么卡牌，竟然解除了异常状态。金秀贤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人，可他刚才明明表现得那么有自信，现在却是要逃跑了吗？实际上洪之光也想继续，不过那2个人合体的话，他可能会有危险。洪之光竟然直接后跃下落，金秀贤大吼他从4楼掉下去，一定会受重伤，必须要抓住那家伙。可支援而来的小弟却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并没有在楼下看到人，但洪之光刚才确实是真的掉了下去。金秀贤瞬间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这时小弟再次汇报大事不好了，赵允跟那时一样，一个人闯进来了，他一个人横扫了我们的领土，并且包含丹尼尔在内的北高干部们正在以西高的领土为目标全员南下中。金秀贤果断下令召集所有干部，因为赵允独自一人闯进来就是西高的机会，他过于沉浸于力量中而做出了傲慢的决定。金秀贤现在要知道赵允的位置，因为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有了。但韩在和明白北高剩下的干部们是个问题，如果放任他们跟赵允会合，西高就会很头痛，而阻止他们见面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牺牲1个人就好了。西高需要派1位干部到北边拖延时间，这将会是要受重伤的艰难任务。柳时金跟千代浩不行，因为他们是要对付赵允的重要战力。这时一道低沉的声音出现，他要来担任那个角色。不久后，洪之光收到了消息，这是西高派人阻拦北高干部们与赵允会合的计划，不过目前还没有公开西高派出干部的身份。那么洪之光打算在那人妨碍他们之前，先把他解决掉。洪之光不免好奇西高派来的人会是谁。与此同时的张志赫非常焦急，因为那个人并不适合这个角色，他认为还不如派速度快的程一天去，那个人太莽撞了。但金秀贤都已经想好了，他相信主动前往北边的那小子，而北高的人已经听说西高会派干部来拖延时间，但没想到对方竟然会没带任何兵力孤身前来，而他正是江北西高排名3的聚合郡。很快得到消息的丹尼尔不免感到有趣，他知道聚合郡独自阻挡他们这些干部的结果只有2个，如果没有变成残废，就将成为新的传说，他的潜力不知何时变回了觉醒状态。